他非常的清楚，风尊者在这种时候说出此话代表着什么。此事若是搞得不好，恐怕将会与风雷阁真正的对立。虽说星陨阁并不惧风雷阁，但这两大势力若是交战，那牵扯可就真正的有些恐怖了。然而，如此严重的后果，却是因为萧炎所给出的遗物，让得风尊者义无反顾。何种时刻，即便是他，小脑袋中也是忍不住的有着一点嫉妒的感觉。旋即突然想起当日萧炎在天目山脉对其所说的话：“故人之徒。”纤细的柳眉微蹙，穆青鸾有些茫然。风尊者虽说交友不少，但那种交情却还远远未曾达到这种不惜与风雷阁为敌的地步。那这故人又将会是谁？有着类似穆青鸾这等想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几乎全场的所有人，除了萧炎之外，皆是有些茫然与震撼吧。寂静的气氛笼罩在这片天际，甚至是连天际上翻腾的乌云都是在此刻缓缓地平静了下来。这般气氛持续了好半晌时间，席位之上的雷尊者等人方才缓缓地回过神来。他转过头来，泛着雷芒的目光锁定风尊者，沉声道：“风尊者，你这是何意？”雷尊者的声音中所蕴含的那一丝怒气，恐怕任谁都能听出来。呵呵，风尊者有话可以好好说啊。剑尊者同样是因此而愣了愣，他同样未曾想到为何风尊者会突然挺身而出，而且还挺得这般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黄泉尊者目光闪烁，却并未出言，反而是在心中冷笑了一声。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风尊者闭上的双眼也终于是再度睁开，眼中的情绪被其收敛到内心深处，但他却并未说话，而是视线直直地盯着半空中那身体笔直的萧炎，声音嘶哑的道：“你与他是什么关系？”能够让一名斗尊强者情绪变得如此波动，任谁都能看出萧炎先前所给予之物对于风尊者来说具备着何等重要的意义。望着风尊者那张苍老脸庞，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先前前者的一切情绪波动都已经向他表明，药老这一次的眼光很好。身体笔直立于天空，萧炎在那众目睽睽之下，对着风尊者恭敬地弯身抱拳，声音之中带着一分自傲：“师徒。”风尊者微微点头，身体一动，便是直接出现在萧炎面前，望向萧炎的目光中有着一分慈善，轻声道：“这是我最希望听见的答案，但是你需要给我证据。”萧炎笑笑，伸手点了点额头上的火印，然后指尖处一缕细小的森白色火焰迅速窜出。古灵冷火。风尊者目光怔怔地望着那缕细小的森白色火焰，对于此火，他并不陌生。当年在他垂危之际，若非此火，恐怕也就不会有现在的风尊者。对于异火的转移，风尊者自然是知道，而且以他的眼力，在看见萧炎额头上的火印时，便是从中隐隐感觉到了一丝极淡，但却深入灵魂般的熟悉味道。因此，他明白，这古灵冷火应该是自己那老友主动存放于萧炎身体之内，而并非后者巧取豪夺。而这些也的确是萧炎证明他与妖老之间关系的最有力证据。轻吸一口气，风尊者缓缓抬头，声音嘶哑的缓缓道：“老家伙，你可是让我这些年好找啊！”听得风尊者话语之中的几分狂喜，几分疲惫，萧炎默然。看来这位老师嘴中的至交好友，这些年果然是不断的寻找着他的踪迹。人生有此好友知己，也算是无憾了。虽说老师在当初的寒风身上看错了一次眼，但至少在这好友之上却是选对了人。风尊者。风尊者摆了摆手，轻笑道：“你是他的弟子，可别这么叫了。老夫本名风贤，我与他的关系也不细说。日后你不嫌弃的话，将老夫也当作老师便可。”以风尊者在中州的地位，想要称其为师者，不知何几。这些年中，他也唯一收过穆青鸾一人而已，而且这之中还是有些因为后者家族关系的缘故，主动让人称师之事，倒是有史以来的头一遭。故人之徒，见过风老。萧炎不是蠢头蠢脑之人，自然也是明白，当下连忙躬声道。风尊者开怀一笑，点点头道：“今日之事，交给我便好。”语罢，他也不待萧炎多说什么，首次转过身，目光投向席位上那面沉如水的雷尊者，微微一笑，道：“雷尊者，今日其他事或许可以依你，但萧炎、风雷阁却是不能动。这是风雷阁与他之间的事，风尊者若是要插手其中，恐怕将会连累两阁关系。”雷尊者深深地看了风尊者一眼，道：“今日他有事，最后的结果便是两阁开战。”风尊者淡淡的道，声音中那份决然，即便是萧炎都为之一震。雷尊者眉头紧锁，扶椅上的手掌也是缓缓紧握。他没想到，这一向洒脱的风尊者，今日会有着如此凌厉的一面。四阁之中，风尊者成名最久，真要说起来，实力也应该是四大尊者中拔尖之人。对于他，即便是雷尊者，也是有着一些忌惮。两阁开战，这之中的牵连太过庞大，甚至是以雷尊者的魄力，都是不敢轻易说出。然而，
此人究竟与风尊者有着什么关系？怎么可能会令得他如此竭力力保？雷尊者眼神略显阴沉，然而他这一问，也是在场的人都想知道的事。缓缓吸了一口气，雷尊者那低沉的声音，犹如带着一丝雷音般，在这片天际轰然响彻。风尊者，萧炎偷学我风雷阁3000雷动，更是夺取了3000雷幻身的修炼之法。此事若是因你一言便接过，你说你要让我风雷阁日后还如何行事？风尊者面色如古井般不起丝毫波澜。莫说是因此，即便萧炎真是那种十恶不赦之辈，但今日他也是不会让他受到半点伤害。不为其他，只因为他是那个老家伙的弟子。雷尊者此言倒是过于武断了。3000雷动，只是小子在中州之外一处拍卖会中所拍卖到手之物，来的光明正大，何来偷学之有？若是如此的话，岂不是那些流传出去的斗技，凡是有人修炼的话，便全是自寻死路？至于3000雷幻身，这早便被北阁主收回，这一点想必他应该知道。萧炎沉声道。费天脸色微微一沉，目光狠狠地盯了萧炎一眼，但此次却是不敢再随意出手。风尊者便是在后者旁边，他若是再敢出手的话，恐怕后果不妙。对于风尊者这等强者，费天心中还是相当惧怕的。对于萧炎的话，雷尊者却是不置可否。现在最令得他棘手的是风尊者，只要他要保萧炎，今日这事恐怕将会闹得相当之僵，这并非他乐意见到的事情。两个若是相战，不管胜利的是哪一方，都必将元气大伤，到时候可就只能让别人坐收渔人之利了。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扶椅，半晌后，雷尊者终于是叹了一口气，淡淡的道：“此事说到底是萧炎与风雷北阁掀起，这样看在风尊者的面上，此事交与费天，他们二人无论谁胜谁负，此事都作罢。但你我二人皆不插手，如何？”闻言，风尊者眼睛一低，看了下方的费天一眼，旋即摇头，淡笑道：“费天与萧炎之间的辈分可是相差了太多，以强凌弱，以老欺少，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被风尊者驳回，雷尊者面色也是一沉，道：“那风尊者究竟是想要如何？要我风雷阁什么都不做，就这般放过萧炎？此事绝对办不到。呵呵，大家有事好好商量吧。这样吧，费天的辈分的确远比萧炎高，让他出手是有些不太好，何不如便直接让年轻一辈出手？”见到场中气氛不对，剑尊者笑了笑，道：“剑尊者的意思是让青儿与萧炎？”雷尊者眼睛微眯，目光却是转向了场中的凤青。剑尊者笑着点了点头，目光大有深意地看了凤青儿一眼。这个小丫头也不是寻常之人啊。雷尊者就不用再遮遮掩掩了。雷尊者眉头微皱，略作沉吟，旋即点了点头，目光直视风尊者，沉道：“既然风尊者觉得费天辈分高了，那么便让青儿出手吧。若是萧炎败的话，承诺以后不再使用3000雷动；若是青儿败的话，那萧炎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便一笔勾销，怎样？当然，这场交手的前提是禁止使用其他人的灵魂力量。”话到最后，雷尊者瞥了萧炎一眼，想来他也是知道萧炎身体上有着一个实力格外强横的灵魂体存在。闻言，风尊者也是迟疑了一下，他同样是能够知道那凤青儿非常人在场的同辈之中，恐怕就算是青鸾都是比不上此女。但这种局面已是风雷阁多番相让的结果，若是再不行的话，恐怕今日也就真的没什么好谈的了。在风尊者迟疑间，广场边缘处的凤青儿却是莲步轻移进入广场，旋即美目一向萧炎，清冷的声音带着一丝高傲，缓缓响起：“风雷阁凤青儿，不知你可敢应战？”目光顿在凤青儿那凹凸有致的丰满娇躯上，萧炎也是一笑，一股豪气自心中喷薄而出。他自然也是知道风尊者的一些难处，而且他怎么说也是要老之徒，再怎样也不能在老师这位生死好友面前落了他老人家的名声吧。奉陪便是。一声清朗大笑，豪气干云。